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李沁首搭张凌赫，王佑硕、杨希子加盟举头三尺有王夫启动，古装女神再度出击，仙侠市场又将掀起新一轮风暴。在古装仙侠剧扎堆的内娱环境中，能引发全民热议、未播先火的项目屈指可数。而如今，李沁与张凌赫首度合作主演的《举头三尺有王夫》正式启动。这部集奇幻、修仙、穿越、系统等多重元素于一体的古装爱情剧，一经曝光便迅速占据热搜，成为2025年最受期待的新项目之一。回顾李沁的演艺之路，古装戏几乎贯穿了她的整个演艺生涯。从《楚乔传》中的元纯郡主，《如懿传》中的韩湘剑，到《锦绣南歌》的刘宋公主沈离歌、郎殿下的摘星，再到《庆余年》中聪慧柔韧的林婉儿，她几乎诠释了古装剧中的所有女性形象类型，从天真柔弱到隐忍聪慧，再到气场全开的女强人。李沁的演技细腻入微，她擅长用眼神传递情绪的暗流，让观众在无声的对视中感受到人物的挣扎与蜕变。她的古装形象清丽脱俗，气质温婉，不依赖浓妆艳抹，也不靠浮夸造型取胜，而是凭着一种古典气韵在荧幕上生根发光。如今的她早已从被选择的演员变成选择角色的演员。无论是《七夜雪》《一笑随歌》两部大制作，还是如今的新项目《举头三尺有王夫》，都证明了她在古装赛道的顶级号召力。举头三尺有王夫的故事设定颇具新意，融合了修仙、系统循环、强取豪夺等流行元素，讲述了一个恶女逆转人生的故事。剧中，女主燕银秋原是依仗强大道侣、肆意妄为的修真界反派。丈夫陨落后，她失去了靠山，被迫在宗门与仇家之间周旋求生。为了自保，她不得不伪装，利用系统设定，成为修真世界里被命运操控的棋子。然而命运的玩笑让她遇上了东海太子，一个外表温润如玉、内心腹黑的男人。从此，她的生命重新被点燃，一场从敌意到依恋，从算计到真情的宿命之恋由此展开。与以往仙侠剧男救女天选之子的套路不同，举头三尺有王夫将重点放在女主的成长与觉醒上。燕银秋不是等待被拯救的柔弱女子，而是一个在命运中反击的女性。她心狠却不失真情，她冷漠却渴望被理解。这种复杂的女性心理，正是李沁最擅长的表演领域。如果说林婉儿是李沁的白月光角色，那么燕银秋无疑是她的黑玫瑰挑战。在《举头三尺有王夫》中，李沁将首次以反派女修的身份出现，角色设定极具反差感。她表面端庄温柔，笑容动人，却心思缜密，心狠手辣。面对敌人，她冷静到近乎残酷；面对爱情，她又脆弱得一塌糊涂。更有趣的是，燕银秋那张厌世脸，在修真界中让无数男性角色产生强烈的征服欲，也成为剧情的情感张力来源。网友们纷纷评论，这才是真正的李沁适配度清冷外表下的暗流涌动。另一部分粉丝则表示，李沁终于不再演小白花，而是有锋芒、有故事、有灵魂的角色。双引号。显然，举头三尺有王夫有机会成为李沁转型的又一里程碑。她不再只是温婉如水的古典美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光有暗的反派女主。说到男主张凌赫，这几年他的上升速度堪称陡峭曲线。凭借《苍兰诀》中忧郁深情的男二形象，他一举圈粉无数。紧接着，在《云之羽》《虎鹤妖师录》《度华年》等作品中，他的古装扮相愈发成熟，气场愈发强大。张凌赫的长相属于剑眉星目、贵气中带冷感的类型，非常适合演绎神秘、克制又危险的角色。
而举头三尺有王夫中的东海太子，恰恰需要这样一种双面气质，表面是风度翩翩的谪仙君，实则是一个暗藏心机、心狠手辣的掌控者。从人设来看，这部剧中的男女主是双强对决，一个是失势恶女，一个是高位太子，互相试探，互相算计，却又一步步陷入彼此的情感漩涡。这样的设定极容易激发化学反应，也让人对两人的对手戏充满期待。李沁的稳，张凌赫的冷，两人若能擦出火花，绝对会成为2025年仙侠剧最具话题性的荧幕 CP。除了男女主的强强联合，举头三尺有王夫的配角阵容同样令人惊喜。王佑硕，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那种典型的剧抛脸演员，能在不同作品中完全融入角色，从不抢戏却又让人记得住。无论是《琉璃》里的楚磊，还是《清平乐》中的赵冕，他的表演都细腻自然，温润如玉，却又暗藏力量。此次在《举头三尺有王夫》中，他极有可能饰演女主的前缘角色，那位已逝的王夫。如果传闻属实，这一角色将是整部剧的情感枢纽。他的存在虽然死亡，却将以回忆、幻境、执念等方式贯穿全剧。而另一位加盟的演员杨希子，则是近年来最具潜力的新生代小花。她曾在《微雨燕双飞》《少年白马醉春风》中凭借灵动自然的表演获得好评。杨希子自带一种古灵精怪的气质，与李沁的沉稳气场形成鲜明对比，极可能成为剧中最具清洗色彩的一抹亮色。两人联手，将为这部略显压抑的修真故事注入更多层次的情绪张力。据业内消息透露，举头三尺有王夫由曾打造与君初相识梦华录部分制作团队的成员操盘，美术与服化道具都将以东方纤细审美为核心，融合古典与奇幻风格。视觉上，该剧将延续朦胧东方美学路线，力图营造出一种既梦幻又写实的修真世界。服装造型方面，女主燕银秋的造型将以幽蓝、银灰为主色调，寓意亡灵与新生；而东海太子的造型则以玉白、浅金为主，象征高洁与神性。若制作团队能延续此前高质量审美，叠加李沁与张凌赫的颜值组合，举头三尺有王夫有望成为继《苍兰诀》《长相思》之后又一部颜值与质感兼具的仙侠代表作。网友热议，未开机已成爆款。消息一出，社交媒体上立刻引发热烈讨论。李沁加张凌赫，这颜值太绝了，光看名字就有宿命感，举头三尺有王夫一定会虐到我哭。终于有个女性成长型仙侠，不是傻白甜，不是天选之女，期待李沁的反派女修。双引号。不少业内人士也分析，这部剧的题材与当下流行的女性觉醒叙事不谋而合。不同于以往仙侠剧强调爱情神话，举头三尺有王夫更强调人物的自我救赎与命运抗争。这种女性主导的叙事方向，极有可能成为新一代仙侠剧的破局点。两位演员的合作，也让观众对剧中情感戏充满想象。李沁擅长内敛、克制的表演方式，她的情绪爆发往往是通过眼神与呼吸完成的。张凌赫则偏向外冷内热的表达风格，他的角色常常带着强烈的压抑与控制感。这种冷与冷的组合，若能在剧情中逐步转化为情感升温的过程，必然会引发极强的戏剧张力。尤其是燕银秋与东海太子的权力与情感博弈，若编剧处理得当，将成为全剧最核心的魅力所在。近年来，仙侠剧市场经历了从爆发到疲软的周期，《苍兰诀》《长相思》之后，观众对剧情深度与视觉质感的要求越来越高。许多作品虽然有流量阵容，却因剧情老套、制作粗糙而口碑崩盘。而举头三尺有王夫若能做到以下3点，就有望突破重围：剧情创新、
反派女主加系统循环的结构为传统仙侠注入新血，人物厚度、燕银秋的多层心理变化将成为核心看点。制作质感、高水准的特效、美术与服化能为作品锦上添花。业内预测，该剧若顺利拍摄并定档2026年，有望成为优酷或爱奇艺 S 级项目，甚至冲击年度热度榜 TOP5。结语：拭目以待，李沁的新篇章。从庆余年的温婉，到七夜雪的飒爽，再到如今举头三尺有王夫的暗黑反派，李沁的每一步都在不断拓宽自己的戏路。而这次与张凌赫的首次合作，无论从角色类型还是市场化潜力来看，都是一次值得期待的冒险。目前举头三尺有王夫已正式备案，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开机，明年暑期档有望登陆各大视频平台。一场王夫重生的爱与救赎之旅即将启程，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位古装不败女神李沁再一次以惊艳之姿，在仙侠世界中书写新的传奇。